我敢说，每个人的青春都有一个难以忘记的同学，借着喜欢来和暗恋的人互动。如果你没有，就当我没说。咱们男主西片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中学生，他爱上课是搞点小动静，今天的目标是弄个折叠式的恶作剧玩意，他发誓非得整蛊高木不可。可这位高木小姐忽略的考试成竟然说她的文具盒怎么也打不开了，西片一接过来就被邻居和怎么的文具盒怎么东西吓得尖叫一声，英语老师血压直线上升，乐坏了西片被吓的样子，乐坏了。西片那个气啊，琢磨着得找机会让高木尝尝苦头，结果一看到人家的笑脸，自己就先羞红了脸。小高突然跟西片借橡皮，然后还提起有人会在橡皮上写喜欢的人的名字，西片肯定的说自己没写啥，但小高盯着他的橡皮，那笑意含糊。西片立刻没底了，难不成真写了点啥忘了？接着要回橡皮，结果一看啥也没有。再看小高自己带了橡皮，他二话没说就责怪小高不讲武德，去偷去骗，结果被英语老师的粉笔头砸中了额头。小高心情好极了，去趟洗手间。西片打算趁机对他的橡皮下手，想来恶作剧，没想到对方的橡皮上已经写了名字。他知道这事儿不地道，这实在太好奇了，于是他紧张兮兮的抽出来，只看了开头，不是自己的名字，他就心里酸溜溜的，咬牙决定把全名看完。没曾想橡皮竟让他看向走廊。拦该去洗手间的小高脸上露出得意的笑，他说西片的表情可真绝，难怪他这么喜欢捉弄西片。西片那个急呀，发誓迟早要回敬他。高木就叹口气，他错过了一半的机会，还没告诉西片橡皮的另一面写的正是他的名字。第二天西片的早早起床当值日生，他在路上碰见了得到的游戏币，不过觉得无趣就扔了。到了学校才意识到小高居然已经在教室里了，他赶紧往楼上冲，结果一进教室人影都没一个。他心想小高肯定躲起来想吓唬他，于是在讲台下找到了小高的鞋，就找了个不想值日的借口。本来想看小高整蛊失败的样子，那失望的神情，但他又一想小高不会犯这种错误，于是他到处寻找，把应该找的地方都翻遍了，结果小高还是音信全无，他都开始怀疑人生了。这时候小高突然从窗帘后面蹦出来，跟西片说他刚才的所作所为他全都看在眼里。西片这才知道自己又被整蛊了，现在教室里只剩他们两个。小高说如果能一直这样就好了。西片这个纯情的少年完全抵挡不住这种挑逗，眼都红了。他正想问小高是不是真的喜欢他，突然其他学生也来到教室了。西片找不到机会开口了，在小高的提醒下，他才想起自己今天值日，结果一激动摔了个跟头。午饭时间，西片琢磨着怎么吓唬小高。这时候班上的一个男生突然问他是不是和小高关系特别好。小高忙着练习做鬼脸，没注意到男生以为西片想敷衍过去，结果西片的表情反倒让他笑了。下一节课还是那个可怕的英语老师，西片想到能逗笑小高就迫不及待了。等到小高一叫他立马做了鬼脸，谁知小高居然掏出了一面镜子。西片忍不住笑出声来，结果被英语老师狠狠训了一顿。小高已经笑得趴在桌子上了，小高甚至还指点他怎么做鬼脸，西片只能苦笑，你也笑一个啊。小高挑战西片做个鬼脸，转过头西片肯定就能逗他笑。西片二话不说就做了，结果英语老师正好在他桌前，连英语老师都忍不住笑了。西片又被训了一顿，小高乐得不行，但西片内心已经崩溃，再被英语老师训就彻底没戏了。他打算先远离小高一会儿，可还是忍不住偷瞄了小高一眼。小高也趴桌上跟他对视，西片脸一下子红了，没想到小高竟然给他来了个鬼脸，西片又忍不住笑了，很成功引来了英语老师的第二轮训斥。接下来是书法课，西片还没决定写点啥好，小高建议写写彼此的期待如何。西片其实希望小高别再捉弄他了，但他觉得这样可能会适得其反，所以最后两个人的作品出炉，变成了维持原状和忍耐。原来维持原状就是为了更好的捉弄西片。西片真是气得咬牙切齿，看来忍耐根本没对小高起到任何提示作用啊。于是他决定重写，可这次他要亲自写出自己的期待，他希望小高能对自己温柔点，想通过这句话给小高点颜色瞧瞧。谁知道这时候小高突然夸他字写得好，还帮他捡起了吓得掉落的笔。西片惊了，难不成小高本性温柔？小高又帮他擦了脸上的污渍，然后开始认真写自己的书法。面对这样的小高，西片真的没法说他不温柔了，最后还是又重写了一遍，直接说希望小高别再整蛊了。而小高就拿出一张纸，原来他刚才偷偷在西片脸上抹了墨水，西片只能默默悲伤。最后两人的书法都是提醒自己别大意。
天气渐渐热了，到了换夏装的季节，三姐妹团的2个人决定了明天换短袖，并告诉了朋友。结果一到学校，朋友早就换上了短袖，美奈一下子没辙了，说好了一起换校服呢。第二天那位朋友却穿上了长袖，结果是他们俩忘了跟他说。英语课上老师忙着讲题目，西片在下面琢磨怎么整小高，没曾想老师突然点他回答问题，西片一时还没反应过来。小高在边上提示他答案是16，西片一口一个16就复读，但问题是这是英语课啊。小高解释他说的是第16型的翻译，谁知道西片竟然搞错了。他问西片刚才在想啥，西片嘴紧闭，小高一副暧昧的笑。难道你在想不正经的事情？西片没法反驳，脸红了。小高其实很清楚，他说他一直在观察西片的表情，知道西片的策划如何复仇。西片说自己想出来的好办法，能让小高上当受骗，但小高怎么都不信。这时西片看到了黑板上的日期，他记得小高是18号学号，他说只要分散小高的注意，说不定小高会因学号被老师点名，然后答不上来被训。于是他开始不停地跟小高讲话，果不其然，西片以为自己已经忍了讨事成绩而行动的，西片以为自己已经分散了小高的注意力，没想到小高还是轻松回答了问题。西片叹了口气，是想怎么整人的点子。小高问他在想啥呢？是不是自己的事？西片心虚的别过头去，没想到小高却说他其实一直在想西片的事。西片顿时觉得害羞，但他认为小高也在盘算怎么整他。小高却叫他猜这是真是假。西片顿时心不在焉，然后就被英语老师点名了。夏天到了，学校开放了泳池，但西片手受伤了，不能游泳。没想到高木坐在他旁边，还猜到了他在想什么，还猜出西片是被流浪猫咬的。西片也吃惊，他怎么会知道？西片好奇地问高木怎么不去泳池玩。高木突然捂着肚子，西片想到之前牙男说的是，他说女生不去泳池通常是因为那个特殊时期。西片觉得这个话题有点微妙，但高木却让他猜猜他为啥不下水。西片本想保持沉默，可高木挑衅说不猜就是认输。西片那点竞争心作祟，他又怕说出生理期这词，小高会认为他不礼貌，又担心不说就中了小高的圈套，看在小高身上也没上。西片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这时小高嘲笑他是不是在看女生的胸。西片突然想到，听说女生很在乎胸围的，看看小高那里几乎平的跟什么似的，难道小高是因为自卑？不道小高是因为自卑？站在小高的连番追问下，西片脸红着别过头嘟嘟出他大姨妈来了。高木却笑嘻嘻地说他猜错了。西片犹豫是不是那个原因，没曾想高木突然就脱掉外套。李念春讲高木突然就脱掉外套，李念穿着泳衣，原来高木随时准备下水，还说不是因为胸围的事。西片气得想，是不是高木故意不下水，就为了捉弄他？谁知道高木竟然提出等伤口好了再一起去游泳。放学后，西片边喝着饮料边离开学校，他今天真是被高木捉弄得够呛。正当他自哀时，高木骑车赶上，准备一起回家。看到西片手上的新饮料，高木好奇地问了一句，西片脑海里灵光一闪，他问高木要不要尝一口，没想到高木真的接过去了。这时西片故意提出这会不会算是间接接吻，他本想看高木尴尬的表情，谁知高木镇定地喝了一口，然后又递给他。这下轮到西片红着脸手足，在高木盯着的时候，西片硬是喝了口饮料。高木逗他说这算是间接接吻了。西片见的饮料都扔地上了，他赶紧捡起来往旁边的垃圾桶一扔，没想到一投一个准。西片自己都惊了，心想自己是不是有这潜力。高木也想试试看，结果没扔准，一西比可乐开了花。高木跟他打的小赌，谁先进谁就赢。西片觉得稳赢就答应了，还说如果高木赢了就听他的。他心想高木肯定赢不了，谁知道高木轻松就扔中了。西片想怎么也不能输给高木说如果西片赢了就给他初吻。西片心一慌，依然问怎么也扔不准了。西片在想高木会叫他干啥，高木却说算了。西片感觉自己这辈子都赢不了高木。跟高木分开后，西片心里盘算，今天被高木捉弄了15次，心想我们初中生的小情侣都这么孩子气吗？西片一回到家，他电视里正说失败了就该加练，他决定照做，为了不再被高木捉弄，要健身提高警惕性。结果健身太忙，导致肌肉疼。第二天，高木经戳下手臂，他整个人都不行了。高木知道他在锻炼，提醒他别3分钟热情。西片心里明白这是自己被捉弄的后果，结果那天他又被捉弄了23次，比昨天还多的惩罚，让西片的心理防线都崩了。但他还是坚持锻炼。没多久，高木告诉他长个的时候练太多影响身高。西片吓一跳，他确实听说过这个，如果到时候高木比他还高，那不是更得意的捉弄他？他正慌的时候，高木说那其实是假的，适当锻炼其实能帮助他长高。小高叫他继续加油健身，说他最近看着靠谱多了。西片听得耳朵都热了。那天又被小高逗乐了55次。
但西片心里有数了，他觉得锻炼不是因为被逗，但要练就是要练，肯定不是因为小高说他练了更帅之类的话。放学时候，大雨突然倾盆，三姐妹团一个伞雨衣都没带，好在他们能坐公交车回家。西片那边就惨了，放学想赶紧回家，结果小高还呆着不动。一问才知道，小高居然也没带伞雨衣。西片就开始笑话小高，你猜为什么小高老捉弄你呢？小高反击说，西片的伞够大，硬是拉着西片一起撑伞走。西片紧张的不行，他又不敢靠太近，怕碰到小高。小高说明天要骑车回家，西片心里觉得气氛挺紧张的，想找点话题缓和气氛。他的目光落在旁边的青蛙上，于是抓起来想吓唬小高一下，没想到小高居然接住了，还说青蛙挺可爱的。然后小高把青蛙放西片肩上，西片想吓人，结果被反吓。他们走到一半，小高发现西片肩膀湿了，怕他会感冒，就往西片那边挪，让他尽量少淋点雨。两人肩挨肩，西片脸红心跳，害怕害羞的样子会被小高看出来捉弄。西片就找话说，问小高怎么没带伞，是不是因为太笨了？没想到小高承认自己健忘。西片突然觉得自己像是赢了。小高又来了，反问说他们撑伞这个画面叫啥来着？西片心里明白，可就是不好意思说，最后在小高的追问下才说出口。然后小高就找借口开始忽悠西片说情侣间应该做的那些事儿。西片听得心慌意乱，脚步都开始乱了。毕竟能和喜欢的妹子共撑一把伞，还听他说些情侣间的小秘密，这谁不心动？要分别的时候，雨总算停了，西片的心跳也差点停了。英语课，西片被老师训了一顿，老师说他上课太吵了，老师还让他打扫理科教室。打扫的时候，教室里就他一个人，他老想着小高也不是没问题，小高总爱捉弄他，谁知道一开柜门，小高就蹦出来，原来小高在这躲了好一会儿。西片以为小高也是来打扫的，小高却没正面回答，那提议打石头剪刀布赌谁打扫，输的就打扫1/4教室。西片第一局就栽了，他正琢磨怎样才能赢回来。这时同学钟景走了过来，后面还跟着个扎双蚂蚁的妹子。西片好奇他们在弄啥，钟景对那妹子就别开了一眼，妹子就别开了视线。钟景说他俩就是随便走走，临走前钟景还鼓励西片加油。这时小高才告诉西片，那个妹子和钟景在一起了。西片惊讶的说不出话来，小高点点在一起了。西片惊讶的说不出话来，小高点点头，说他们可能想去屋顶。小高说这就是青春啊。西片不解，青春就是要独处，而西片接连输了4局。自己一个人扫完了教室，这时候西片才明白小高根本就没被罚，他留下来一是为了捉弄西片，二是想感受下青春。西片这才反应过来，脸红了。夏天热的不行，输的人要请对方喝果汁。西片决定了比赛项目，他最近尝试翻单杠居然成了，就提议翻单杠比赛。小高说他穿的是裙子啊，西片偏选这个时候他是想赢而不战。高木没搭理他的调戏，说他也能翻单杠，不过翻的时候西片的转过去，要是偷看就得认识。西片照做了，高木说他成功了，可西片啥也没看见。然后西片也翻过单杠了，结果还是没比出高低，就决定再来一次。高木爽快地答应了。西片背对着他沉思，他真翻过去了吗？今天非得亲眼看到不可。西片猛地回头，高木真的在翻单杠，而且他下面还穿了短裤。高木落地的时候，西片已经转回去了，他没再继续比下去，直接承认输了。最后掏钱买了苹果汁。高木觉得西片认输太突然，他没感受到胜利的喜悦。西片自言自语告口才传达而成功的，为啥还非让他转身？高木忽然看着西片，调侃他是小色鬼。西片赶紧解释，他只是想确认高木有没有真翻。西片在家宅着看电视，电视里配角跟主角找茬，他断定那是单相思，结果通宵追剧追到感冒。高木没见到西片，有点沮丧。没想到西片第2节课就回来了。高木看西片学电视剧装模作样的那小样，断定他是追剧追出感冒的。西片原本想要请假追完剧，觉得自己有了的计划，高木一来捉弄他就夸他可爱，这样就能看高木害羞。高木本来是想整整西片的，但他真的挺担心西片的感冒，硬是抑制住了捉弄的冲动。西片很快就感觉出了不对劲，高木居然没捉弄他，通常这会儿得让他求饶3次了呢，但现在高木竟然认记笔记。西片犹豫了下，怀疑高木是不是担心他感冒了，他脸一热透出观察起高木来，然后就发现不出声的高木来真的挺可爱的，一对视就心脏砰砰跳，感觉又说出高木很可爱似的，西片就有点不好意思了。这时高木看西片脸红，还以为他病情加重了。西片急忙说自己挺好的，只是早上睡过头了而已，精神其实还挺好。这话让高木笑了，那他是不是可以开始捉弄西片了？西片内心一惊，不过他想被捉弄的情形也不会比平时更惨。3姐妹团发现了西片和高木在零食店里挑东西，而我本来不打算打扰他们，但美奈和早毛已经冲上去了。
还有感叹绝迹归隐的讨氏成绩而行动的，还有感叹这就是青春期的男女啊。出于好奇心，他决定带着美奈他们偷偷观察。美奈感慨，明明能一起骑车，为啥非得分开坐？阿友在那自言自语。美奈和早苗只顾着狼吞虎咽，他们以为西片和高木是在比赛谁先骑到神社，但阿友认为他们肯定在聊恋爱，谁知道两人真的在比赛。但高木已经注意到他们了，所以当三人追上来的时候，只能看到西片和高木已经不见了，他们只能失落的走了。谁知那会儿两个人正在拐角后的树林里紧紧依偎。周末时，其他同学都想去游戏城玩，西片虽然很羡慕，但没跟去，因为他得考个好成绩。三人离开后，高木竟然找上门来。高木问他为啥不和大伙一起玩，西片说要是考试不进年级前50，家长就要没收他的游戏机了。说完他又担心高木会捉弄他，高木说自己才不会呢。之前逗西片纯粹因为觉得他挺好玩。高木说他每天都自律学习2个小时，别看高木上课老捉弄西片，但他成绩嘛，年级排名可是前10的哦。正当西片担心高木会继续捉弄他的时候，高木却发现了他的错题，还拿着凳子过来准备辅导他。西片感动的不行，但内心又怕他又是在设陷阱。高木却说之前上课捉弄西片，要是因此让他成绩掉了，那就是自己的不对，所以他决定帮西片好好补习。西片感动极了，高木这是要洗心革面了吗？学习了1整天后，西片开心极了，还主动请高木喝饮料，觉得高木真是个好人。但高木告诉他，今天学的内容考试其实不会考，不过至少学会了是真的。再说三姐妹那边，阿友这次考试分数全上90就能得到心仪的游戏，美奈找他请教英语，阿友却决定要专心复习，结果却被带偏了节奏。因为下堂要考的是数学，他却刚才复习了英语。考试结束，西片有点紧张，高木的分数看起来还不错，但想拿满分还差那么一点点。西片的分数刚好卡在59分，于是高木提议互相猜猜分数。高木轻而易举就猜出西片得了多少分，在56到59分之间徘徊，最后他猜了个56分。西片笑着说，可惜了，只差一点点。说话太大声，被老师训了一顿。真正分数差点的明明是西片。到西片猜分数的轮次，他觉得应该是90分以上吧，所以一口一个92。高木一脸惊讶地看着他。等西片要猜其他分数时，高木又恢复了扑克脸，但西片感觉高木好像在故意误导他。他决定细细观察高木的脸色来猜分数，下了个猜测。高木却忽然说他们刚刚已经四目相对，西片窘迫的赶紧别开了眼，但他还是真做了一番心理分析，觉得高木的成绩可能在95到99之间。可惜啊，高木的实际分数是92。高木叹了口气说，西片真是让人头疼，他都特地猜错了让西片开心了。过了几天，西片偷偷摸摸去书店买书，其实他特别喜欢霸总题材的少女漫画，迅速抓起漫画就往收银台走，打算赶快离开。西片死活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在买少女漫，可出门就撞见了高木。本来小说漫画不是自己买的，但他怕高木见到他结账了，只好谎称买的是足球漫画。没曾想高木居然想借来看，说实在不行就看在封面也行。西片赶紧编了个理由昏过去，然后赶忙说自己得走了。结果高木居然跟了出来，还问西片是不是在对他说谎。西片立刻就露出了尴尬的表情。高木就开始琢磨他到底买了啥，不会是足球导致他羞不敢说出口的漫画吧？高木不仅猜到是少女漫画，甚至连具体是哪一本都猜出来了。其实也不是猜的，还是路过看到收银显示的书名。西片求他千万别告诉班里的同学。高木确实笑了笑，说西片还想骗他。他说他可从没对西片撒过谎，不过他还是答应了西片，不会把这事说出去。因为高木答应的太爽快了，西片有点开始不放心了，所以高木说他也会分享一个自己的秘密，互相知道对方的秘密，心里或许会踏实的。他示意西片靠近点，然后说其实他挺喜欢西片的。西片脸一下就红了，差点就要屈服于高木了。高木突然笑出声来，说西片也是骗了他，所以他也准备对西片撒个谎。西片终于松了口气，原来是开玩笑的，吓了他半死。但他忘了个事儿，高木没说他喜欢他是假的。过了几天，两人赶回家路上赶上了暴雨，只能躲进神社先躲雨。高木打算脱下湿透的袜子，西片发现自己的衬衫湿了有点透明，他担心盯着看会被当成变态。高木也注意到了，就向西片借了件体操衫，还跟西片说想看就看吧，没关系的，因为他已经换好衣服了。接着高木跟西片打了个赌，赌5点前雨会不会停，谁输了就得听赢的那位摆布。西片赌雨不停，高木赌会停。这时候有只小猫躲雨过来，溅了西片一身水，高木就把自己的体操衫给西片了。他的衣服虽然也湿了点，但总比西片的情况好，看这俩互换衣服的还挺有意思。这时候雨停了，
高木拿着西片绕远路回家，老师一宣布暑假到了，班里同学们都兴奋地欢呼。西片朋友约他明天一起去海边，高木听到这，立马投来了目光，两个人一起走回家。西片因为暑假开始兴奋不已，高木却说在学校也挺好的。他看了西片一眼，但西片没注意到这个眼神的含义。中井骑车带着女友从他们身边经过，高木问西片想不想试试骑自行车，但得是那种载人的。西片心里有点紧张。高木问他是不是因为害羞，还是因为体力不够，西片怎么能忍这口气，一定要在高木试试看。但载人骑车和自己骑完全不一样。高木偷偷地说了一句，他以前被别人载的时候感觉可不这样。西片听了顿时吃味，得知那个载高木的还是个男的。他咬牙切齿地告诉自己一定能骑好。高木笑眯眯地告诉他，这在西片成功地骑上自行车的时候，高木笑眯眯地告诉他，最后一个载他的男人是他爸爸。那时候他大概就4岁。西片一不小心狡猾，还请高木喝了饮料，但是西片口袋里的零钱不够自己的份额。没曾想，高木把他自己的饮料递给他。西片担心他想通过间接接吻捉弄他，所以就拒绝了。谁知高木又给他买了一瓶新的，还猜到了西片在想啥，因为不能在一起去学校了。高木就让西片以后到这块空地来练习载人骑车。西片不懂为啥要这么做，高木只是深意地说，因为暑假到了嘛。西片你这榆木脑袋。隔壁的3姐妹在写作业，除了阿友、雷奈和早苗都是临时抱佛脚的。暑假第1天的大雨总算是停了。西片来到空地准备练习载人骑车，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高木穿日常装，整个人不好意思地移开了目光。这也是他们第一次约好一起出来。西片顿时感到紧张，这不会就是约会吧？尤其是高木说地面太坑洼，到处是积水，根本没法练。问西片愿不愿意陪他到处转转，西片更紧张了，这肯定是约会了吧？但他真的不想去人多的地方被别的同学看到。你这小子不知道自己有多幸福。高木就带西片去了隧道，明日是的。他对西片说，这隧道因为出过事重新修过，隧道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找猎物。他问西片害不害怕，西片怎么可能当着他的面说，二话不说就往里闯。结果一进去就发现里头漆黑一片，墙上还贴着符咒。高木还说里面有个大桶，让西片去看看。西片怎么受得了挑衅，手忙脚乱地走了过去。高木在后头吓了他一大跳。西片紧张地想跟他算账，转头高木却不见了。西片担心高木被什么神秘力量带走了，谁知道高木躲起来就是为了吓他一跳。西片打算自己回去吓高木，结果完全不是高木的对手，吓得他逃出了隧道。隧道外的2个小孩在说，又有情侣在这儿约会呢。西片立刻脸红啊，但又被高木拉着走回隧道。回到家的西片把今天的惩罚做完了，3姐妹一边吃冰淇淋一边散步。小草和美奈决定暑假作业先不管他。西片觉得今天是糟糕透顶的一天，一大早就睡过头了，自行车还爆了胎。好消息是今天不用练习载人骑车，因为高木之前去旅行了。但听说他今天要回来，果然骑到半路他就看到了高木的身影。他决定悄悄跟在高木后面给他个惊吓，谁知高木突然回头，他以为自己看错了，然后就发现高木停下不动了。于是他放下车准备吓高木，结果是他被高木吓了一大跳。高木提议一起走走，正要拿帽子的时候被虫子吓了一跳。西片下意识想去扶，结果高木没事，他自己却栽了个跟头。高木带他去处理伤口。西片说今天是他最倒霉的一天，但高木却递给他自己的手帕，还感激他刚才想帮忙。他觉得今天是最幸运的一天，因为遇到了某个人，还告诉他明天会带特产给他。为了买最新的少女漫画，西片特地跑到镇上的商场，完全没想到高木也跟妈妈来这边逛街。他带着零用钱去买衣服，还琢磨了西片喜欢什么样的。西片拿到了漫画书，只想赶紧回家看漫画，两人不期而遇。为了遮掩自己刚干嘛去了，西片先开的口，问高木来这干啥。高木直截了当说来买泳衣的，还问西片喜欢啥风格。西片脸红，赖上了空调。高木让他看完少女漫画再借给他看。西片想辩解，却被逼到墙角。高木说他不可能买的不是少女漫画，要不就拿出来看封面。这次西片想要壮胆，就算高木猜对了，他也准备赌一把，想看高木犹豫的样子。可高木丝毫不为所动，脱口而出肯定是少女漫画。西片心里打鼓，你这水平你还赌啥啊？哎，别忘了赌输了还得听赢家使唤。高木打算拉着西片一起挑泳衣，商店的空调又成了西片的鸡腿羊。西片只好跟着去了泳装店，他羞的都不敢看高木。高木随手抓了件泳装，立只想快点结束，谁知高木径直去更衣室了。他居然在试泳衣，
还问西片觉得怎么样。西片羞得不敢直视，高木说要试到他觉得合适为止。西片心里那句话怎么也说不出口。这时高木忽然拉开帘子，叫西片帮忙拿件泳衣。西片一边拿一边脸红，他不敢想象帘子里的情景，没想到高木接泳衣的时候帘子掉了。高木笑眯眯的，西片知道自己又栽了，他在想要是再不结束，被别的同学看到的多尴尬。话还没说完，他就看到中井和他女朋友在挑泳衣。等高木拉开帘子，西片已经不见了。他和中井女朋友真也对上了眼，中井也在那儿。他赶紧用帘子遮住自己，然后目光落在了隔壁更衣室的拖鞋上，真也秒懂发生了啥，就拉着中井忙不迭地离开了。高木看西片那么害臊，就不再逗他了，直接拿了3套泳衣让他挑。西片这纯情男孩连看都不敢看，就头也不抬的随便答应了。没想到高木还约他一起去游泳，西片一下子脸红的像烧起来似的，最后还是同意了。3姐妹来到了海边，美奈和早苗玩得不亦乐乎，阿友在那疯狂替泳圈打气，打气筒坏掉了。等他俩上岸，阿友因为吹得太猛趴下了，两人质疑他是不是真的懂得享受生活。同一时间，高木约西片一起做作业，但西片中午有事，然而高木说可以让他抄作业。西片眼睛一亮，忙问在哪写，现在回家拿作业好像来不及了，但高木说直去西片家就写。西片脸上露出从没有过的惊讶，毕竟女孩子突然要去他的房间，他现在紧张的不得了。正好父母又去上班了，高木在西片房间里发现满满一整套少女漫画，西片下意识想遮掩，结果不小心和高木贴得很近。高木问他是不是很喜欢，就承认了。西片紧张的心都快跳出来了，谁知道高木掏出漫画说承认就得了，西片这才松了口气。可高木看着他说口其实也挺喜欢的。房间里只有一张桌子和板凳，两人只好就地利用西片的床当做桌子来写作业。西片对抄作业这事儿满怀期待，谁知高木掏出来的竟是本汉字练习本，真是没想到是写字帖啊。这时西片不小心写错了字，两人同伸手去拿橡皮，手碰到了一起。西片想起漫画里看过之影，这不就是两主角亲密的桥段吗？他立刻尴尬地跳起来，说要去倒茶。高木看着风铃被风吹得叮当作响，笑了起来。西片感觉自己好像被耍了一整天。等走了一段才意识到，高木说的是下次再来。西片决心地把房间好好整理整理，他俩暑假里练的载人骑车技术已经有模有样了。一开始高木一碰他腰，西片就紧张兮兮的，所以高木让他自己来示范一下，想怎么靠近展示一下。西片紧张地抓住了高木的肩膀，不过现在他已经习惯了。高木抓着他的腰，还能把自行车稳稳地骑好。高木说这样就不用特别练了。西片竟然有点小失落，没想到高木竟然提出来从明天开始一起去图书馆做作业，暑假很快就要结束了，新闻里说还有台风要来。第2学期一开学就真的来了一场台风，西片在路中央中2被高木转个正着，说是的测风向的。高木说他啥都还没问呢，然后又给他示范了一遍中2发作的样子。客观的看，西片脚筋扣地，高木找西片猜他今天为啥没骑自行车，猜中了他就不把他的中2病事告诉别人，还特地设了个时限。西片本来以为自己猜的没错，但又觉得高木出的题不会这么简单，结果想太多，真的就错过了正确答案。走到桥上，高木说今天风挺适合走，让人忍不住想要装一下，还当场开始发作。西片恼火地说他没那么没面子，高木就说他刚才不是在测风向吗？西片这才反应过来，又被逗了一回。开学第1天，学校居然让他们跑马拉松，美奈在3姐妹里头乐得不得了，其他同学看起来就有点郁闷，不过西片看着倒是劲头十足。高木劝西片再考虑考虑，西片说不用想了，今天非场不可，同学们都说他俩关系超好的，肯定是有一腿。西片说不过是比赛而已，同学们还觉得他们俩应该没在交往，毕竟中井跟真野才是真的有那回事。马拉松一开始，西片露出了深沉载物的笑，他早就为了今天提前2周开始训练了，决心今天比赛要集中精神，绝不能让别人轻易影响自己的节奏。然而高木突然赶上来了，他说自己已经让西片先跑了半程，不过现在决定要追上来了。看着高木越跑越远，西片开始以为他肯定会跑不动，但一想到高木那自信的样子，西片觉得他可能真的挺适合跑马拉松的，吓得赶紧去追。这时候看到早鸟跑回来了，没想到有的学生已经开始往回跑了，西片更坚定了要追上去的决心。高木看出来了，就跟西片说如果他能追上来就算他赢，然后他突然加速跑，西片差点就要追上高木了。但一想到那么多同学看着，他怎么好意思随便碰高木，于是他就对高木说只要他能跑开自己50米，也算是高木赢。但西片高兴得太早了，因为原来女生的马拉松中途就返程了，而男生还得再往前跑2公里。西片今天真的累坏了，他说自己已经让西片先跑了半程，不过现在决定要追上去的决心。高木看出来了，就跟西片说如果他能追上来就算他赢，然后他突然加速跑，西片差点就要追上高木了。但一想到那么多同学看着，他怎么好意思随便碰高木，于是他就对高木说只要他能跑开自己50米，也算是高木赢。但西片高兴得太早了，因为原来女生的马拉松中途就返程了，而男生还得再往前跑2公里。西片今天真的累坏了。
回家的路上，高木戳了戳西片的腰，西片特别怕痒，一下子就机灵了。他不信这世上有人不怕痒，于是他跟高木打个赌，谁要是先笑谁就算输。高木正好推着车，他打算趁机偷袭高木，没想到高木先一步告诉他自己其实不怕痒的，西片一下子愣住了，然后被高木反突袭，差点没忍住笑出声。他怀疑高木说的不是真的，正想伸手去试试，高木问他怎么了。西片突然不知道该怎么是好了，他决定还是保持这点距离来保持平衡。没想到高木突然冲他做了个鬼脸，西片当场就笑场了。输掉了比赛，惩罚就是1星期不吃米饭或者不看漫画。西片一愣，高木说他只是开个玩笑，然后他停下车让西片摸摸他的侧腰，但西片实在是太不好意思了，他觉得高木肯定是想看自己害羞的样子。说到底，这还是他第一次敢于触碰高木，他鼓起勇气轻戳了一下，高木果然一点也不怕痒。走到一半，高木突然告诉他，其实在网上一点他就怕了，但西片哪敢真的碰那里啊？西片终于换了部新手机，他和几个好友都互换了手机号。回到座位上的时候，高木也注意到了西片的新手机，他说下次他也想买同款，于是借了西片的手机看了看。西片信心百倍，他琢磨着一个恶作剧计划，就等着高木开口跟他要号码。没想到高木玩了会儿手机就还给了他，之后就没再提起过手机的事。下课的时候，西片有点失落，高木竟然没主动要他的联系方式。西片想干脆自己去问，他一到嘴边又羞涩的说不出口，但意识到这就跟问女孩子要邮箱似的，整个人脸红的跟西红柿似的。高木还是给了他机会开口，但西片没能把握住时机，结果又被高木逗了一番。最后西片只好说实话，他没什么别的意思，只是想要邮箱来恶搞高木而已。高木大笑起来，最后还是把邮箱地址告诉了他，但他要求西片下周值日的时候再来帮忙。另一边，美奈看到大家都有手机，他挺羡慕的，他也好想有部手机。然后他们就一起聊起鬼故事，直到天亮。但阿友却感觉美奈肯定撑不到最后，于是他们3个开始了溜讲起鬼故事。那天电话突然响了起来，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怪异极了，电话就这么被挂断了。出于好奇又拨了过去，但电话那头已经没了动静。没多久又有电话打过来了，说手机欠费10万。阿友一听直尖叫出声。高木值日那天，西片还是去了学校，甚至还主动帮他一起擦黑板，看西片困得不行。高木问他是不是跟同学聊得太晚了，西片没想到高木会这么关心他，他本来想捉弄一下，谁知高木说他以前也熬夜聊天。西片突然就好奇了起来，高木到底跟谁聊的？他还记得那次自行车的事，但高木说他不会跟爸爸聊天的。高木说如果西片想知道是谁，那就先说说他聊天的内容呗。西片想了想，这不是商量诊疗的好机会吗？他昨晚被个恐怖视频吓到了，于是就转发给高木。结果高木说他发的是泳装美女，不过他是故意逗西片的。至于那恐怖视频，白天看了其实也没啥，所以西片就问他聊天的对象是谁。高木发了他表妹的拼音过来。西片锻炼完了，晚上决定再捉弄一下高木。他还特地向同学借了恐怖视频，自己都没敢看。谁知道这会儿高木突然打电话来了，不知为何，西片有种不祥的预感。没想到高木一开口就说看时间，该是你发恐怖视频的时候了吧。而且刚没想到高木这么了解他，而且高木还提到这是第一次晚上跟他聊天，觉得挺新鲜的。2个人约好一起挂电话，结果谁都没先挂。这回没有恐怖视频的事，西片还是辗转反侧睡不着。那天放学后，西片跟高木一起走在路上，他突然开始到处拍照，原来是他们男生之间的小约定，要比谁拍的照片更有意思。西片就让高木摆个鬼脸，他心想这样照片肯定能赢。可高木说只要是西片让他做，他啥都愿意。西片有点傻眼了，高木真的摆了一个超搞笑的脸，可惜西片没抓拍下来。高木就说再也不给他这机会了。西片决定再试一把，谁知高木反过来捉弄他了，还把他吓一跳的样子拍下来了。高木被抓拍的表情笑得不行，西片气得不轻，也想要拍下高木的样子，但谁知道高木立刻就换了的脸。现在他们手机里都有对方的照片，高木说他不会删掉西片的那张，所以西片也不用删他的。走之前，高木叮嘱西片千万别把他的照片给别人看，毕竟他也会脸红。西片本来想删了照片，但最后还是保留了，连猫咪都看不下去了。今天西片还在琢磨怎么好好捉弄一下高木，结果太紧张了，一不小心撞上电线杆，下意识就道了歉。高木悠哉骑自行车过来，西片担心他有没有看到自己出糗，没想到这时高木说他好像长高了，西片乐开了花。本来想说高木看起来一点都没变，西片影响到高木说这话听起来像是在骚扰人。西片一下看向远处的飞机场，突然意识到话说错了，赶紧解释说他是说身高。高木眯着眼，觉得仔细看他好像真没长高。西片不甘心，就要跟他比一比谁更高。
两个人就在神室里吐了血，背靠背比身高。西片贴近的时候才开始紧张，结果他们俩高的差不多。高木还故意正面跟西片对着着站，这不他以为自己偷偷踮脚了，这一撂脚了，西片发现高木好像还比自己高那么一点点，其实是高木偷偷踮了脚。西片觉得高木肯定心里不服，谁知道高木说他根本就不在乎，反正个子高了，不小心撞到电线杆还挺疼的。原来这套路就是为了骗西片的。秋天来了，气温都降下来了，说是手冷心不冷。西片上楼梯的小楼梯的时候，高木突然摸了摸他的脸，这冰凉的触感把西片冻得打了个寒战。高木居然任由西片反击，这会儿扫描他们三个互相捣蛋，从西片面前经过，看他们互相硬要，西片脸红着说他才不会反击呢。然后又被高木捣蛋了一下，三姐妹吃狗粮吃到撑，哎呦好奇高木是不是和西片在一起呢？扫描就直着高木聊了起来。课后西片又开始琢磨计划了，高木问他放学要不要一起走，西片马上就答应了，但又怕高木发现他的小心思，就有点犹豫的又答应了一遍。高木说放学前他可能会变卦，到时候再告诉他吧。高木的态度让西片满脑子问号。同学问西片要不要放学去他家玩，西片直接拒绝了。大家都说他肯定是要陪女朋友，没想到是美奈替他解释了。刚才他去厕所问过，高木和西片并不是在一起，可是朋友们都觉得西片一定和高木有一腿，不然为啥放学总是一起走？西片心想高木大概就是想捉弄他。放学时西片想起高木的话，想要和高木一起走，就得开口约他。这时高木突然说话了，西片以为回个话就行了，谁知道高木说今天有人问他是不是跟西片在一起，众人都在说他俩约出来肯定是有那回事。西片意识到高木是想让他主动邀他，他下定决心的跨过这个门槛，只要能主动约上高木就能捉弄他了。但他还是很紧张，噎住半天才说出来。高木笑眯眯的诱逗他一下，说他猜到西片有什么小心思了。西片有点沮丧，自己被看穿了，还继续计划吗？这时候他们经过自动贩卖机，里面只有热的和难喝的冷饮。西片就问高木一个问题，好喝但喝了会发烧的饮料和纯粹难喝的饮料，如果只能选一个，高木会选哪个？高木反问西片，如果他喝了会发烧，他会不会来照顾他？西片不懂这问题从何，但还是说如果他真发烧了会去照顾。高木就说他选好喝的那个。西片本想看高木犯难，没想到现在反而自己犯难了。西片又给高木出了个选择题，一辈子没有零用钱，还是不能捉弄他，选一个。高木二话不说选了后者，反正钱袋已经存够了，高中时大不了去打工，但是捉弄西片的乐趣不能少。高木已经感觉到西片的心思了，于是高木也给西片出了个难题，他不在了或者一辈子被他捉弄，他会选哪个？西片虽然讨厌被捉弄，但他也不想高木消失啊，所以西片选了被捉弄。这会儿高木的问题还没完，他问西片一辈子考0分还是跟他贴死，考0分的话他就没零用钱了，但选贴死肯定又得被高木捉弄。西片犹豫了好久，最后还是选了贴死。这时候高木忽然凑了过来，西片脸红耳热闭上了眼，却没想到高木只是在亮亮身高，纯爱战神一声倒地。看起来西片完全被高木玩弄于股掌之间。为了撸猫，西片使出浑身解数，正当他快要成功，就被骑车经过的高木吓了一大跳。他担心自己摸猫的模样被高木看到，要是高木嘲笑他一个大男孩子喜欢可爱的猫咪怎么搞？大兄弟，你的少女漫都被发现了，摸个猫又算啥了？男生喜欢可爱的东西难道不行吗？高木经过那块空地，对着小猫招了招手，小猫就让他随便摸随便弄。西片看着超级羡慕，但有西片在，连他都不怕。他嘴硬的说自己才不喜欢小猫呢，毕竟动物万一失控了咋办？高木说他就怕被猫挠，西片趁机说要摸摸猫证明自己没事，结果高木根本就没给他这个机会，说自己不该怀疑西片。等西片承认自己真想摸猫的时候，小猫已经不见了。下午的美术课，他实在不敢直视高木互画对方，他实在不敢直视高木，老师非让他们先观察再画。高木画着画着笑出声，西片害怕自己脸上沾了啥，担心高木在笑他长相，越紧张就越不敢看高木，决定以牙还牙。西片其实啥也没看出来，反倒不敢直视。旁边的姐妹团因画画吵起来，西片决定跟着凑个热闹，故意画的丑图惹高木生气，后来又怕高木生气，但高木根本不在乎，还特意做了个鬼脸，让他要画就得画鬼脸，甚至说要是看不清可以靠近点看。西片越是细看高木，越觉得他可爱的让人忍不住。这时候高木也画好了西片，别说还真有几分相似，就是那视线飘来飘去的。高木还给西片画上了腮红。放学时高木约西片玩剪刀石头布，输的得请对方喝路上的饮料，西片却说他今天得留下来打扫。高木本来想留下帮忙，但西片觉得这样会添麻烦给他，高木就提议玩剪刀石头布，输了就帮西片一起打扫。西片虽然总是输，
这次还是接受了挑战，谁知道这回他竟然赢了，真是的，你这小子怎么这么走运？打扫的时候，西片还沉醉在胜利的喜悦中，高木却说今天他测了个占卜，测了测自己的爱情运势。西片立马露出了好奇的表情。高木说占卜结果显示他爱情路上一帆风顺。这时他忽然问西片有没有心仪的人，积极关你的讨是腾气而行动着了，紧张的说自己没有喜欢的人，但高木却把他逼到角落里。西片觉得自己不该这么紧张的，他开始怀疑自己可能是喜欢上高木了。高木说他刚才问这个其实是因为也给西片占了卜。西片心里有点失望，他占卜的结果西片的爱情运也不错。西片脸红了，想要转移话题。高木告诉他，其实他还占卜了西片剪刀石头布会出什么，不过西片觉得他赢了那次，占卜肯定不靠谱，就不知道高木其实是故意让他赢的。第二天，西片信心满满的去了学校，他觉得今天自己一定能赢过高木，因为占卜说他星座运势排名很靠前。这事不知怎的被高木知道了，毕竟是高木给他过生日嘛。可这笨蛋什么时候才能明白呢？果然整天下来，西片被捉弄了50次，回家还得做150个俯卧撑。他在想，现在还不是认输的时候，毕竟他们还得一起走回家的路呢。占卜也说了，能来个绝妙好球，所以现在还不是说放弃的时候。突然这会儿，同学拉他去玩个新出的游戏，西片显然是动心了，但没能打出那个好球，他就是不愿意走。正当他拼命想办法的时候，高木问他不去玩游戏吗？西片摇头，下意识脱口而出，没事，反正我也想和高木一起走回家。真是个好家伙，原来绝妙好球是这意思。西片反应慢半拍，意识到自己说了啥重磅炸弹，他急忙解释，感觉自己已经输了一大截，希望高木能当作没听到。高木说再让他说一遍就满足他。西片脸红的要跑了，谁知道他这个不经意的动作差点让高木受不了。因为昨天的事，高木不时的偷看西片。最近女生们都爱写信，其中也掺杂着不少情书。西片上课时发现高木手里有张纸条，他觉得高木和其他女生也没两样，结果一翻开英文书，里面竟夹着粉红色的信封。想到同学们都说，西片立刻紧张起来，但他又觉得这可能是高木的恶作剧，又怕不是高木搞的，要是暴露了自己可能被人笑话。高木也看出了他的不对劲，问他为啥不翻开教科书，脸红的都吓人了。西片找借口说是热的，高木却说教科书里的那封信是他放的。西片一边手发抖，一边说自己早就猜到了，他说会回家后再看信，没想到高木竟然让他现在就看，说放学前想听到西片的回答，脑子里反复播放了同学们说的关于情书的话。西片没底气地问高木，这会不会是情书啊？高木脸上没啥变化，这让西片更慌了，他说他会看看的，但心里还是觉得可能是恶作剧，他其实也担心这是情书，甚至开始琢磨怎么回复，紧张的一翻开。高木问他放学要不要一起走，不知怎的，西片突然觉得有点失落，怪不得要在放学前听到回答。他说高木直接问不就得了，小高笑眯眯。他就想看看西片啥反应。初中第一天开学，西片去了趟办公室，发现自己迟到了。那会儿高木丢了东西，正在到处找，西片被老师误会迟到了。他本来打算等会儿跟同学解释一下，但开学典礼延后了，老师先安排座位，西片被安排到角落里。要是以前他早乐了，可这次他还没来得及说呢，旁边的高木看出他想解释，西片只能叹口气，埋怨是那个叫高木的害的。高木一愣，然后似乎意识到了什么。开学典礼后，高木迟迟才到，他主动找西片聊天，打了够赌，说要猜猜西片为啥迟到，还说他肯定能猜中。西片困惑，但还是答应了。高木说西片是因为橡胶遗失物迟到的，西片超震惊，这女孩怎么知道的？高木拿出手帕，说那失物就是他的。原来自我介绍时，西片没在。西片立刻挠头，这态度把高木逗笑了。从此，西片就过上了被高木逗的日子，看他的样子还挺享受的。西片做俯卧撑不小心脚磕伤了，他突然想起高木的手帕还在他那。第二天，他就带着手帕去学校了，却听高木说今天得换座位。听说第1节课就得换。西片看着口袋里的手帕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没说出口。他急忙解释说其实挺期待换座位的。高木叹了口气，他其实也挺希望能和西片再坐一会儿。西片脸一黄，还以为高木是在逗他呢，但转头一看，高木看起来确实有点不高兴。抽签结果西片还是坐后排，不过高木被换到前排去了。西片心里有点不是滋味，前排去了。搬桌椅的时候，正好和近视的中景擦肩而过，然后发现新邻桌是真野。因为和男朋友分手，真野显得很不开心。有同学想用前排的手机号换座位，但老师说没正当理由是不能换的。西片记得高木坐前排，他摸着口袋里的手帕，下决心要和对方换座位，但人家已经和别人换好了。这下西片和真野两人都郁闷了。没想到高木的声音突然在耳边响起，
原来换居然又换回到自己旁边了。原来换座位的是钟弼，钟瑾因为近视换到了前排，真也就找高木提出换座位，高木就答应了。一个因为近视，一个因为个矮，理由挺充分的。高木问西片刚才是不是想换到他旁边，西片脸红了，想找借口，然后把手帕还给高木，还说了句谢谢，顺便说能继续做邻桌真好。高木回到家，打开洗干净的手帕，发现里面有张纸条掉出来，是西片写的一句谢谢。高木看着纸条笑了，高兴的扑到了被子里。青春的酸味滋生了我，化身老柠檬，真是期待两人之后的发展。我是大高曼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我是小白爆肝队3号机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